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冉冉若风。这次缝纫视频的主角呢，就是噔噔噔噔这个东西。这个呢是我老公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它是一个染布的染料。那我为什么要拿一个染料来做这次缝纫视频的主题呢？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染料，就是你现在看它是蓝色的，但是一旦气温超过30度，理论上呢它就会变成粉红色。所以用它染过的衣服裙子呢，也是一件会变色的衣服裙子。但其实这个染料我是买错了的，本来我想要的是那种在室内光线是一个颜色，然后到直射阳光下就会变成另一个颜色的染料。所以我收到它，我还录了一个开箱视频，就是我好高兴的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，然后说你们看这个染料现在是蓝色的，我们把它拿到阳光下看一下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然后我才发现我买错了。但是我觉得这种随温度变化的染料应该也挺有趣的，因为如果有一天我去你家做客，你看到我穿一条粉色的裙子，那你就知道你家该开空调了。那这个染料呢，我收到已经大概2个月了，因为我这边气候比较冷，所以气温一直达不到30度，我就一直没有用它。那现在终于看到气温开始上升了，就可以用这瓶染料了。既然要染色呢，那这次用的呢就是白色的布料。那这个呢就是我这次要用的这块布，它呢是一个纯棉的布料，上面有这种立体的花纹。这个布料呢，其实我觉得用不好可能会很像沙发巾，所以在款式上呢，我考虑了很久。那目前我定下来呢是做一条这样子的裙子，就是胸前有打褶，然后是泡泡袖收腰，下面呢裙子3层，然后中间是有打褶的。那不保证我做的过程中会不会改我的设计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什么时候用这个染料？因为这个染料说实话其实还挺贵的。如果现在直接就先染这个布呢，那就等于我之后裁下来的边边角角，那边角料也都是要用了染料的，有一点浪费。所以我想可能留到后头，先做裙子再来用染料。那现在就开始做今天的这条裙子吧。要做这个裙子的上身部分呢，我准备就用这个版，那我就用它这一款的这个上身部分，然后把它胸前改成这种打褶的设计。那我现在先来把这个版描下来，然后来讲我怎么改胸前部分这个版。这2片呢，就是这个版里头胸部这个上下2片的版。那我要给它改成打褶的方法是，首先这个版呢，这边是我侧缝线，我把它们的侧缝线对齐，然后呢，把它们的缝份给它们压在一起，之后呢，在它下面垫上一张纸，把它们铺在这张纸上，然后呢，把它们的外轮廓给它们描下来，在这个角还有下面这个角上给它们用一条直线连起来。那这个做出来的呢，就是我这条裙子胸口部分的版。那现在上身部分的版有了，我就可以先来做一个草稿，看看这样的版，这个版合不合适，有没有要调整的地方。这个草稿做出来就是这个效果，整体还是不错的，就一些小地方要修改。一个是这2边可以给它收进来一些，一个是它之前这个地方比较松垮，所以我准备给它在中间加一条缝线，把这个地方再收起来一些。那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要改的了。现在呢，就可以根据对这个草稿的修改来改我的版，然后用改好的版就可以来裁一块正式的布料了。把胸前部分的外部和里部前中线的一侧分别进行打褶处理。打褶的方法是把缝纫机的针脚调到最大，然后在要打褶的边缘附近平行的缝2条线。2条平行的线都缝好之后呢，一手拉住线头，一手整理布料，它就会自然地呈现出打褶的效果。把打好褶的胸前部分里部跟外部分别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然后把前中线缝起来。把后片的上半部分给它们缝起来。
现在把胸口部分的前后片缝在一起，把腰部的前后片也缝在一起。接下来把胸口部分和腰的部分缝在一起。我已经把这件连衣裙上身的主体部分都做完了，包括腰上的这条缝线我已经给它加上了。然后呢，我又重复同样的步骤，做了这条连衣裙上身的里子部分。这个里子呢，除了胸部我用的是外布，剩下的部分呢，我用的都是从一件旧衬衣上拆下来的布料，它也是纯棉的。那这步做完呢，有时候我就会把这个里部跟外部给它们缝在一起。但是这次呢，因为之后要用那个比较贵的染料进行染色，为了省染料呢，我打算只染外部不染里部。那我就要把外部跟里部分别做完，然后对外部进行染色，之后再把它们缝在一起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抠，我是一个金牛座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要做裙子的部分了。这个裙子呢，我本来是打算自己打板，因为它非常简单，就是3个不同长度的长方形给它们缝在一起。但是呢，我突然发现我家里现成就有这么一个板，这个板上呢，它的这条裙子正好跟我想做的这个是完全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子的3层。那这下就太好了，不用白不用，就省得我再去量每一层的长度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用这个现成的板来裁裙子的布料吧。因为我打算把裙长加长，所以裁布的时候每一层我都会把它加长一点。下裙的布料我都裁好了，第一层是3片，第二层也是3片，第3层有4片。那接下来呢，首先要把每层缝成一个单独的长片。接下来就是给每一层裙子进行打褶了。接下来把打好褶的3层裙子依次缝在一起。现在把裙子和上身部分缝在一起。现在来做袖子，我把一个长方形对折，然后从角上裁去一个三角形。对裁好的袖子上下进行包边，然后再把它对折，把它们侧面缝起来。在袖子的上下分别缝上穿松紧带的通道。下面这部分呢，要这样子缝2条线，中间形成这个通道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在这2个通道里头给它穿上松紧带，然后就可以把袖子缝在衣服上了。这条裙子外部的部分我已经基本上都做完了，就剩后面这个拉锁还没有加。那按说呢，现在就可以给它染色了，不过我现在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我特别想这个裙子做到现在它的这个样子，我很担心染色染坏会毁掉这条裙子。那我已经在网上做了很多功课了，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。那现在我准备换一身耐脏的衣服来给这个裙子染色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我已经换好衣服到院子里了，今天下一整天雨，但是现在天气还挺好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就是我准备一会儿染色用的东西。那我现在把手机架在三脚架上，那准备开干。锅里放的是热水，那我现在把这瓶蓝颜色的颜料倒进去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。你看它已经在变色了，就接触热水的一瞬间它就变成了这种，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粉色，这是偏紫的颜色，但是哇就好酷。我现在在尽量往里抖，因为这个颜料挺贵的，我一滴都不想浪费。现在来把裙子放进去。我另外准备了一个小布条来看一下它变色的效果。那我先把它在这个热的燃料里头染成这种粉紫色，然后我这儿有一包冰，把它放上来看一下。那接触冰的地方现在马上就开始变色了，变成了这种蓝色。哇，还挺酷的。它现在已经完全被冰变成这样子的蓝色。那再把它贴在这个热锅上看一下，马上就开始变，又恢复成了这个粉紫色。你们看，哇，我好兴奋。已经泡了一段时间了，那现在可以把它拿出来了。因为水现在还是热的，所以它还是这个粉紫色。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漂亮，它是那种很鲜亮的，然后
挺梦幻的那种颜色。我刚染完这条裙子，把它铺开，你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一点点变蓝了。哇，我现在好兴奋，好期待能赶快做好穿这条裙子呀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这条裙子平铺阴干。但是我这边天气预报说一会儿要下雨，虽然现在天气看着这样还是挺好的，但是晚上可能要下雨，所以一会儿我还得把它给挪到室内去。那接下来就等它干燥，应该明天就可以接着来做这条裙子啦。这条裙子已经晾干了，那我现在室内温度低于30度，所以它是这种蓝色的。那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这简直是魔法，有没有？接下来就是给它缝上内衬还有拉锁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拉锁我是用了同样的染料进行染色的。那这2步做完，今天这条会变色的魔法裙就完成啦。这条裙子我做好已经1个多月了，之所以一直没有发给你们看呢，是因为我这边太冷了。因为我想录一个我穿着这个裙子在室内温度很低的地方，然后走到一个室外温度很高的地方，它一下子变色的效果。就我这边气温一直上不了30度，所以没有办法录。我看新闻上说，好像整个北半球都在高温，不知道我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然后这段时间呢，我还穿这条裙子去了一趟佛罗里达。那在佛罗里达呢，它这个变色效果就非常明显，就是在室内，因为美国这边温度都调得很低嘛，那它就是一条蓝色的裙子，类似于牛仔蓝的那个颜色。然后我一走到室外，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下，就跟有人挥了魔杖一样，这条裙子唰的一下就变成一条粉紫色的裙子。然后我觉得哇，这个效果太有戏剧性了，我回俄亥俄赶紧好好给它录一下。就回了俄亥俄，气温上不了30度。但是这个裙子其实不到30度，它也还是会变色的。就像现在你看它接触皮肤的这些地方，它颜色就是比较浅的，所以我还是录了一个这样子的视频，只不过在俄亥俄温差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戏剧性。那会儿还是给你们看一下。那这个裙子呢，我真的是超级喜欢。就在染色之前，它还是那个白裙子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它了。那染色之后呢，我真的更爱它。这个裙子呢，在现在这个温度下呢，你看它是这种蓝紫色，然后有点粉色调的。那这个颜色我不知道镜头里看怎么样，但是现实中看呢，它就会让我想起下了一天雨之后，黄昏突然放晴时候的那个晚霞，就是非常梦幻的颜色。我觉得你们可能镜头里看会觉得我很黑啊，是不是这个裙子衬的？其实不是，是因为我在佛罗里达晒了太多太阳了，就每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，所以我现在真的很黑。那这个裙子呢，就是我真的挑不出来什么毛病，除了我做的时候忘加口袋的有点小的遗憾，但除此之外真的是完美。这条裙子现在简直可以说是我做过的所有裙子里头我最喜欢的一条，就是 No.1。像我去年做的那条花仙子公主裙呢，我当然超级喜欢，但是那条裙子也确实没什么机会给它穿出门去。但这条裙子呢，我现在基本上出门都会穿它，就只要去有空调的地方，不管是图书馆啊、超市啊、布料店啊，我基本都是穿这条裙子的。而且基本上每次只要穿这条裙子出门，一定会被人夸奖，然后我就还会很嘚瑟说，哎呀，我自己做的。所以就是这条裙子我现在真的是好喜欢，然后我现在很开心，终于可以把这个视频给你们看了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裙子最后的成品展示吧。